特币产生风险了吗？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呢，我依然持有这张比特币的多单。这张多单呢，是在 Bybit 上面有50万美金的仓位价值。那么以太坊开了20万美金，目前以太坊呢走得非常非常的弱势。那比特币还是有产生一些利润的，目前有0.48颗比特币，那是刚开的，也开没有很久，那大概3%多左右。那扣一扣的话，大概也有将近50万台币的利润吧。OK。那如果你也对交易感兴趣的话呢，非常欢迎你可以点击我随便一支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美金，就会送你30美金的现金，而且你可以直接提币走，只要你是新用户就可以直接领。那现在 BitGet 你入金100U，然后有产生一定的交易量之后呢，它也会送你100美金的现金啊，这也是非常非常的优惠。好，那我们回到比特币的盘面上啊，那首先呢，我们在讲比特币之前呢，我们可以先从比较总体的这种角度，或者说比较宏观的这种角度来看待盘面一下啊。首先呢，我们先看到 USDT 它的 market cap， 也就是现在在市场上呢有多少 USDT 是流通的，被 USDT 的发行商发行出去的呢？那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呢，我们在走的呢还在往上，也就是有更多的 USDT 在不断的涌入市场，那可以表示我们目前市场上呢，它的热钱越来越多，也就是有更多的资金涌入到加密货币的市场。USDT 的 market cap 它的市值呢才会往上提升。那其实我们可以在前面的行情就可以做印证，也就是 USDT 它的市值的变化呢跟比特币的行情是非常密切相关的。像我们当时呢在此处我们碰到最高点的时候呢，大概是在4月左右2022年的4月左右来到了 USDT market cap 的最高点。那此后呢我们就没有再有任何的进展，没有再往上走。然后我们之后往下跌，跌到最低谷的时候呢，是在2022年的11月21号，也就是大概这半年多一点的时间，从4月到11月左右。那其实比特币呢跌的最快的时候也刚好就是从3月28嘛，大概4月初，所以其实没问题时间上绝对是可以完美的对得上的。然后一直跌到我们22年的11月左右，所以你可以看我们这段下跌呢。白色线时间点是相同的白色线的时间点是相同的我们的跌幅呢，你可以看到在 USDT 的 market cap 在下跌的时候，就表示有很多人呢，为什么 USDT 的 market cap 它的市值会减少，就代表有人从市场上面呢把 USDT 给赎回成美金了。那这个过程就是从市场上面抽取资金的行为。这个时候呢，那比特币还有加密货币市场呢都会开始走空，都会开始走跌。其实我们从前面的行情呢，就可以获得最好的印证了。你可以看到都是周线的图表，然后两个白色线呢，它的时间点是一模一样的。那你可以发现，我们熊市跌幅最大的时间点呢，就是资金抽离市场，然后 USDT 的市值呢下降的时候。那其实我们现在的行情呢，其实就刚好相反刚好相反。你可以发现，当我们比特币触碰到最底部，也就是在2022年的11月的时候呢，后续我们就不断的走出多头的行情了。那如果我们回到 USDT 的 market cap， 我们也是刚好在22年的11月左右触底，然后随后呢就有更多的热资金，更多的新鲜的资金呢涌入到币圈，才会使得 USDT 的发行量更多， USDT 的市值更多，因为有更多美金涌入了，然后就换成 USDT。那市场涌入资金之后呢，市场就会很蓬勃的发展了。所以你可以发现，我们现在呢，比特币似乎 USDT 的市值呢，它经历过了一段时间的震荡之后，它又开始向上了，就表示币圈呢有更多资金正在涌入，那我相信这对于比特币，当然这是周线周线来看呢，绝对是好的。也就是我们对于比特币后市的行情的预期，绝对是比较看多的，比较乐观的。至少我们从宏观的角度呢，确实是如此的，跟我们之前做的几项分析呢，也都是不谋而合。那我们现在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从日线上，比特币呢，它是来到了38000左右的阻力，38000左右的阻力，已经测试很多次了。但其实呢，测试归测试，但测试呢，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测试的38000的阻力呢，其实我们可以从测试的过程看出这个阻力它是强还是弱。我们可以从4小时开始看4小时我们可以发现其实我们在测试的过程当中呢，以前测试的时候呢，我们都有产生回落的，但回落的幅度正在变小。
我们测试的时间间隔呢正在变短。你可以发现，我们一开始的时候间隔是很比较大的比较大的，对。但我们后来呢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直到我们现在呢时间的间隔已经非常小，就表示我们在很短时间之内呢密集的来触碰我们在38000左右的阻力。那这可以显示我们38000左右的阻力呢已经有在变小了，不然它不会密集的来测试的。那再来呢，我们又可以发现其实我们回落的幅度很大，一开始的时候很大，一开始的后回落的幅度呢有到8点多%，回落8点多%，如果说拿着多单，很有可能也受不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回落的幅度就渐渐收窄到6点多%，那直到我们第3次的时候呢，变成5点多%，然后我们上一次呢只剩下4点多%，那我们这一次呢，它其实也有产生回落，但回落的幅度是不是到这里就结束还不知道，但这一次是2点多%。如果说走成以这个走势，以这样的态势继续发展下去的话，我相信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真正的来突破38000，因为我们38000的阻力呢，它正在变弱，不然我们回落的幅度不会一次一次的减小，从8%多、6%多、5%多、4%多，到现在只剩下2%多，我们已经在减小了。38000的阻力呢，它的强度正在减弱，而且我们在挑战38000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低点呢，它也在不断的抬高这也是没问题的。当然呢，我们剩下的时间真的是不多。那最重要的趋势线呢，或者说斜的这种线呢，我认为还是在我们通道的这个下缘那我认为这里是不应该再回来测试，也不应该被跌破。如果被跌破的话，那真的就很不妙了。好，那下面这条线呢，是我个人认为现在最重要的一条线最为重要的一条线。那么我们在上方呢，38000的阻力，我们就可以画出一个上升三角。那这个上升三角呢，其实我们离最终行情最终所要走的时间呢，或者说它最终决定的点呢，其实已经没有剩下很多时间了。那我也会认为，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之内呢，我们就一定要走出方向。如果说我们接下来它还没有往上走的话，那其实对于多头来说呢，一定是慢慢变得更不利的。所以其实越快突破呢，对于多头来说绝对是越好。尤其我们理应要在这个礼拜做突破的。那其实我们在这里呢，又形成了一个小的这种双顶对不对？小的一个 double top。而且我们还跌破颈线了，确实我们在颈线呢有获得了一定的支撑反弹但是我们能不能延续，这个才是最为重要的。那如果说我们再回来往下跌破的话，肯定对多头来说绝对不是一件友善的事情。那我们再来看以太坊吧。以太坊的话呢，其实就走得很弱了你可以看到以太坊的话呢，甚至我们现在我自己的仓位还是亏的还是亏的。那当然我有设置好一定的止损那如果你有做交易的话呢，也一定要设置好止损的。那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现在是 Bybit 5周年嘛？那其实它有一些庆祝活动比如说呢，你可以加入一个战队，然后它会有一些题目然后之后它会送出奖金，也有抽奖活动，它会测试你的交易人格，我们可以开始测试。就有些东西可以玩，就可以玩玩看，而且很多时候呢，它还会送你这种白嫖的奖金，像比如说交易所有白嫖的活动比赛其实都可以去白撸的，因为这真的是白拿的。OK， 你更倾向于仔细分析吧，谨慎交易谨慎交易我自己会自行分析然后我自己其实都有，但是我还是杠杆交易还是比较多的。那他就派给我一个战队然后就可以加入这个战队。好，加入后无法更换，没关系，我就加入。OK， 好，那我就可以开始进行他们的比赛了他们还有抽奖等等的点击抽奖，那他们肯定是有一些。比如说加入战队然后有一定的交易量，那我们就可以有抽奖机会。那抽奖机会有体验金有手表啦，有 iPhone 啦，有棒球帽啦等等的然后这边也有，比如说有做交易量的啦，然后还有战队奖励等等大家都可以来参加。Bybit 5周年的交易比赛，很欢迎大家可以来参加，白撸奖金。好，感谢各位。如果大家觉得我的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呢，非常欢迎你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对了，我们刚刚有进行一场直播，那在这场直播呢，我们讲的非常的详细，还有昨天晚上的直播吧。昨天晚上的直播我也认为讲的是很清晰的。那大家如果想了解更深刻的情况的话，更深入的行情的话呢，很欢迎大家可以去看我们昨天的直播。好，真的很感谢大家，拜拜。